這絕對是全網住院率最高的狗。自从住进莫主任开的3甲医院之后，狗子那可是遭老罪了，每天不是在各种检查，就是在 ICU 抢救的路上，只因为他摊上一个喜欢做医生的小主人，人送外号莫主任。这天，小公狗被硬生生送进了妇科，只见莫主任在他身上随便划拉了几下，然后在一顿按压后，竟然从狗肚子里掏出了几只小鸟。没过几天，二胎又生了个小黑子，狗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白白胖胖的竟然生出了2个黑娃娃，真是一个敢生一个敢接生，也不知道是某人出了軌，還是狗子偷偷劈了腿。其實一開始莫主任的專屬病號是爸爸，但每天不是做手術就是生孩子的經歷讓爸爸苦不堪言，於是爸爸靈光一閃，乾脆把這個重任交給了家裡的柯基大餅。從此以後，狗子的噩夢便開始了。生完二胎坐月子期間，莫主任每天都會定時定點的過來查房，在查房時還不忘記對着狗子噓寒問暖。而大餅也是真配合，這不眼看液體輸完了，立刻按鈴讓莫主任給換藥。換完藥的莫主任還不忘記讓大餅聯繫家屬來繳費。抓緊聯繫家屬來繳費，聽見沒有啊？好不容易熬到出月子了，大餅眼看就要解放了，沒想到莫主任拉着狗子又來了一頓產後大檢查。只見大餅心不甘情不願的來到了放射科照了個 X 光，隨後又來檢查室做起了 CT， 最後做了個磁共振。經驗豐富的莫主任連檢查報告都沒看，就果斷得出結論，狗子長蛀牙了。於是也不徵求大餅的同意，拿起錘子就把他的蛀牙給敲了，嚇得狗腿都止不住的發抖。看完口腔又給大餅檢查視力，結果查完狗子右眼就被繃帶包了起來，據說是右眼間歇性失明，這麼嚴重的病情必須再做全套檢查才能確定治療方案。於是先來腦部彩超，找到發病根源，再做胸部彩超，確保心肺功能健全，最後再做個全身核磁共振，確保萬無一失。一切都檢查完畢，莫主任就開始手術了。術前免責聲明的簽字當然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就是主打一個嚴謹。經過莫主任一番亂七八糟的搶救，大餅的狗命總算是保住了。本來啥毛病沒有，結果一套流程下來，愣是把醫院的各個科室都走了一遍。不得不說，大餅僅憑一己之力養活了整個3甲醫院，同時還欠了莫主任一屁股外債，以至於不得不在莫主任新開的磨坊打工還賬。眼看大餅如此配合，莫主任又新開了幼兒園、稻穀加工廠、高速收費站，甚至太上老君的煉丹房裡都能看到大餅演戲的身影。而莫主任在大餅這個免費勞動力的慷慨資助下，名下的產業遍布了全國各地。可哪怕是已經累成狗了，大餅也不敢多說一句話，生怕哪天又被莫主任帶去醫院做檢查。不得不說，大餅在本不該承受的年紀承受了這一切。